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讲到说，对岸的93阅兵哦，我们真的是不能像这个鸵鸟一样哦，好像蒙着都不看。其实人家精锐进出的武器哦，还是要知己知彼。好，我们就看到美国这边当然也有关注哦，他们关注的这个93中国阅兵哦，但是这个美国防长哦赫格塞斯就说了，美国国防部有关注这个仪式哦，但是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那美国的任务是要保障自己的战略计划。那美国的防长哦，他其实呢也有说，川普已经要求五角大厦要重建军队来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那川普自己当然有看哦，他说我明白中国希望我看那场阅兵哦，当然是希望说，你这个美国不要再很秋了，我自己现在的武器也相当强大。好，那我们再看到是美国空军上将凯文哦，还有说到说，尽管这项活动意在威慑美方，但是哦，现在美国是不会被吓倒的。像是中国的歼20哦，他说并不值得失眠，因为它的技术哦，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偷来的。好，川普真的不怕中国大陆的军武能力吗？好，我们打一个问号哦。但是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器，确实蛮厉害的。我们看到他们在惊雷1导弹由轰6N这个轰炸机挂载时，在轰炸机初始高度和速度的加持之下，这个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6000到8000公里哦，所以真的是蛮强的。那另外，中国大陆这边哦，也有标志中国在无人战斗机领域哦，现在开始已经迈入了高性能化的状态。好，直接挑战的就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 CCA 计划。好，中国在强烈地缘的压力跟完整产业链的支持之下，发展低端跟高端的无人战机，那企图要建立一个自成体系，有人跟无人的混合哦，这个制空能力哦是大大的提升。那看了中国大陆的阅兵，川普虽然知道这个习近平就是想给他看的，但他到底焦不焦虑呢？我们看到哦，他不是在这个他的社群平台上面说哦，你们这些人在共谋对抗美国。好，讲到了普京哦，讲到了这个金正恩啊，普京是说啊，川普蛮幽默的啦，他是冷冷的回。那现在中国大陆这边外交部也回应了，他说中国发展同任何国家的外交关系从来不针对第三方。好，那当然川普这边哦也是有坦诚说，这个乌俄战争很难解啦，那他希望跟普京来进行对话，虽然过去哦已经解决过这个多起的冲突，那他现在要找普京谈话意义是不是想要了解这三人哦中俄朝到底谈了些什么呢？那因为这个知道中国大陆急起直追嘛，所以现在川普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9月5号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把美国的国防部名称从现有的国防部改回在1949年以前使用的战争部。好，这个举动当然是被认为说川普在扫除军中的觉醒文化，重塑美军侵略性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再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这边三巨头真的是大家外界跟国际都很关注的。那尤其是习近平跟金正恩时隔6年在北京会谈了1个小时好，我们看到金正恩当然就说嘛，更彰显了中国重要的国际地位跟影响力。那习近平这边则说要跟北韩加强合作战略沟通要朝这个稳定发展来进行迈进。不过韩媒则说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的互动相当密切趁美中矛盾的时候来恢复一下这个北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战略上面的这个节奏。那金正恩见完普京之后，还有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嘛？那习金会也认为说，这是重申铁血友谊来抗美这整个抗美的这个势力跟这个结盟好像已经成型了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说，这次会谈对于中朝两国的意义重大。中方盼进一步的跟北韩就传统友好的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所以要迈向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那93阅兵这新威权轴心的会师金正恩传递了讯息，是无法被轻易的摆布尤其是北韩跟俄罗斯并肩作战，
对抗乌克兰哦，所以看起来确实乌克兰这场战争还会再打下去。但是有一些比较幕后的哦，就是冷气坚持要调到23度，普京跟金正恩幕僚互抢遥控器，争夺显爆发冲突。好，那当然就是因为俄国的人想要维持在20度，那北韩的人希望在23度，所以在控制器前面居然发生了争执，还掰开对方的手指哦。好，我们看到整个93阅兵哦，让全世界都相当关注，尤其美国根本几乎是严阵以待了。好，我们来问亮哥。其实那阅兵的武器有3/4是针对美国的啦。那我认为主要有2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核威慑的完整布局啦，比如说东风5C 啊，它用液体燃料，那因为它的冲力会比较大嘛，所以就可以载10个分核弹头。那射到美国的时候，最终速度会超过15马赫以上啊，那这个没有办法防堵了。这个是从发射井，就是陆基发射。那第二个是巨浪3，它是潜水艇发射，那距离是12000公里啊。那另外一个是空射，就是金雷1啊，它是放在轰6N 上面。那金雷1可以射8000公里，然后轰6N可以飞3500公里嘛。所以到了3000公里左右，也可以向美国本土发射，所以等于是陆基、空基、海基的长程洲际核导弹体系全部都出来了。是啊，那第二个就是针对美国要进第1岛链的威慑了啊。那这个就是超高音速导弹，本来陆基的是东风17嘛，那这次加上了鹰级的飞弹，15、17、19、21都出来了。还有那个水下的潜航器，那个就是针对美国的核潜艇啊，也针对它的舰队航母啊。所以其实你这个不要听海格赛斯讲了啊，因为接下来美国一定军方会有比较严密的评估啦。我估计大概3个月后吧，那美国就会对西太平洋它的战略战术还有作战的模式会有一个新的评估了啊。这个都是直接打到美国的要害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军事专家蛮多，邵将军就是专家嘛，这大家都看得懂啦那中俄朝3个国家很有可能会建立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啦，所以日本跟韩国的压力都很大啦那这个北韩当然在确定得到中国跟俄罗斯的底气支持之后，大概就是要重回国际社会了，那我估计就是要跟川普见面了，那跟川普见面，我觉得中俄还是会帮他在联合国提案啦，就是说经济制裁要不要帮他取消，那他愿意在核武上接受监督嘛？可是你要叫他回到非核，不太可能啊，因为北韩的核弹头现在已经超过50颗了，所以你不可能说他要回到零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美国要去思考了。就川普，你那么想见金正恩，你到底想谈什么嘛？那金正恩现在得到中俄的支持，才比较敢去跟川普谈嘛。所以我认为朝鲜半岛未来应该会有一些变化。好，这个金正恩看起来因为这一次的这个93他有去嘛，看起来这个底气越来越足够一方面武器，然后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中俄的盟友都站在他这边。好，我们接着问帅将军。首先讲这个93军演哈，台湾这边好像装看不见，政府没有吭气，也不转播，就是靠网络。你说它有没有影响？那美国干嘛那么紧张？当然紧张嘛。美国的空军第一个就感觉到，完了，空中空优被人家拿走了，说人家歼20偷走了。我告诉你，歼20的隐身系统跟你美国的隐身系统完全不一样。美国是用涂料，中国是用电池，所以2个走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你怎么说他偷了呢？因为他用的发动机是中国自己造的，没有一样偷的。但是美国为什么感觉到威胁？你知道吧？未来的空战是歼20或者歼35带的很多无人机，而这些无人喷射机是空中作战的主力。带弹量又多，又不怕死，所以美国现在面临问题是，
它的6代机还没出来，中国已经在那搞6代机了。那现在的 B35已经在全世界都宣称妥善率降到50%，大黄蜂要换没钱换，它是航空母舰的主力是大黄蜂 B35嘛 ，B35现在有问题，而且最大的问题，中国把稀土捏在手上，美国所有的高科技的武器都做不出来，所以台湾还傻傻的花那么多钱去买，它的高端武器已经被中共完全质押了。你再去买，它还有什么好东西卖给你？它只有卖垃圾货嘛，库存品，这是浪费我们的钱。第二个，中国大陆很多武器是针对性的，刚刚亮哥已经讲了，战略上它已经跟你平衡了，水下射的、地面射的、空中射的、地底下射的全部有了。还有一样，跟韩国有关系。南韩为什么讲他不答应美国有自动灵活调度权？对，因为南韩有美国驻军3、4万人。美国如果调动这3万人参加台海作战的话，北韩不就下来了吗？对。所以金小胖跟习近平见面，你南韩心里在不在乎啊？你再把这3万人抽走，南韩怎么办呢？所以南韩现在表态，我跟中国大陆不脱钩，你知道吧？第二个，美国的部署早就讲过，他火力前推，兵力后撤，不是讲吗？把琉球的5000陆战队撤回关岛。因为它关岛已经撑不住了，东风快递3、4种快递的飞弹都可以打到关岛，那怎么办？他就把提风飞弹啦，这个战斧飞弹呢放在日本的离岛、台湾的石垣岛，一直到菲律宾东部的吕宋岛，他拿这个火力包围。他不是第二个，他最大的支撑能力是美国的潜舰在台湾台东海岸打战斧飞弹来攻击。它的主力是这个潜舰呢，因为在吕宋岛那个很少量的提风飞弹的威力很小，战斧飞弹很容易被大陆拦截，它只有0.8马赫。对，那现在为了对付美国的潜舰，它是搞出一个水下的这个无人艇，那是加长版的大鱼雷啊，它还有自动导向，那就让你台东外海的马里安纳海沟里面所有的美国潜舰。你没有办法生存了。它这个武器是针对你的，针对美国驻日本的军队、韩国的美军基地跟菲律宾。中国大陆还发展一种长剑1000，它是超低空飞行的，地球是圆的，它在飞的时候你看不到它，你看到它，它已经在你头上了。这个玩意是专门打你，不管是地面的目标，这个海上的目标，你美国在这个菲律宾、在日本、在韩国所有的基地，它都可以打得到。所以它每一样武器是针对克制你的部署，所以美国看到它一定要调整部署，但调整部署没有用啊，因为你船造不出来，没有船坞，你要搞高级超音速飞弹，你没有稀土，所以他很悲观了。那个美国空军司令、海军司令都调整部署有什么用？你没家伙，当初我们抗日战争为死那么多，家伙少啊，是一样的道理嘛。对，只有台湾鸵鸟埋沙没看见。对，93军人节跟我没关系，你埋吧。好，我们接着问崇涵教授。川普这一次他讲说你们在密谋反美他心里其实五味杂陈，因为他一直认为他不是像拜登那样子用意识形态在划分你我，他觉得他可以跟这些独裁者是好朋友，用利益来分。所以他说你们在干嘛？我前阵子才跟普丁见面呢，你看阿拉斯加有多欢迎他，结果现在你们三巨头合在一起同框，人家也有邀请他去啊。对，别忘了他自己不去，他不能去啊。别忘了还有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这个也是非常有这个争议性的，是，而且跟美国也是梁子结大的哈。那这四个人加起来，西方媒体说这个叫什么？叫动荡联盟，叫 CRINK 啊，这四个国家，荧幕上就知道三个，他们都不知道伊朗啊，伊朗总统也在那啊，所以叫 CRINK， 然后说动荡联盟。所以那个西方有个媒体，一个智库叫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他说这26个国家，这是参加26个阅兵的国家，只有一个是民主国家，其他不是部分民主就是不民主国家。简单讲就是跟美国完全倒着走的国家都去参加了这次的阅兵，所以等下说这是什么反西方联盟的大集合。中国办了一个大的 party 然后呢展现给反
反美国这种意识形态、西方民主的大集合。好，那重点来，有人说那这为什么？因为你比较2015年也有阅兵，那时候习刚上任，为了抓紧军权，他办了一次93阅兵，那时候邀请30几个国家啊，韩国总统那时候也去啦，朴槿惠也去啦，那时候还有意大利、法国，他们派了大使去啊，加拿大跟美国那时候是驻中的，意大利跟法国是派外长去，加拿大跟美国是派那个中国大使去，驻中大使去，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样子的感觉，所以有人说都是因为普丁，普丁这次去了，所以西方国家全部都要反他，所以都不去。问题是，普丁去了阿拉斯加，美国人也接见他，也欢迎他，所以这一次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就是大家就说，这个西方跟反西方的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就出现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了，因为其实26个里面有些中亚国家，有些是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那个是跟着中国“一带一路”在做的，马来西亚对不对？越南还派主席去，总理去参加上合会，主席去参加阅兵，印尼也去了，对，印尼也去了，印尼是拿“一带一路”最多钱的国家，所以你说硬要把他们全部推成一边，我觉得言过其实啦，对。好，所以我觉得跟10年前最大的相比，就是出现了川普。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讲到川普嘛，好，川普最近在白宫被问到了一件事情，又发脾气了。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You've expressed many times your frust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with Putin, but there's no action since you took your office. Don't you worry that? How do you know there's no action? But don't you worry? Wait. What actions did you have you taken? I'm with Polish radio. Okay. How do you know there's no action? Would you say that putting secondary sanctions on India, the largest purchaser outside of China, they're almost equal? Would you say there was no action? That cos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Russia. You call that no action? 好，看到普京大概是个关键词但后来他又讲到印度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印度的部分是他订购了180架光辉战机不过美制引擎却只给2台，现在连1架都还没有交付所以目前呢，这印度在2021年订购的，到现在都还没有交付。所以我们也看到印度现在也做了一些举措嘛，因为他们在外交上跟美国比较互杠，那是现在在民生上面的议题呢，这个印度的日用品更便宜，税率从18%降到5%希望能够嘉惠大众。好，那印度总理莫迪发文强调说，税改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让民众的生活负担更加的轻松。好，那印度刺激了内需调降了消费税。那莫迪也喊说，我们要迈向全球晶片创新重镇所以看出来，他现在也希望能够提振这个内部的经济。那川普我们还是想要问问他，是不是真的跟大家都很容易闹不和呢？好，他是要找回面子吗？因为川普有一个科技晚宴有一个亮点，也就是这个祖克伯热卖时刻CNN 就报道说，他在被川普追问英国言论自由议题的时候，不小心脱口说抱歉我还没有准备好，结果全场哗笑好，那当然这个川普也就接下去说这是你政治生涯的开始，就祖克伯马上说不是的这不想要当政治人物太辛苦了。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科技大家都在这个灌溉满京城结果大家就说私人独憔悴，不是伊人是私人，为什么呢？马斯克缺席了好，马斯克不是昔日川普的麻吉吗？好，说这个亚马逊主管也没有亚马逊主管，也没有他昔日的密友这个马斯克。那特斯拉就发声明说马斯克其实有受邀，但是不克出席。那另外川普也放话说相当可观的半导体关税快来了。那川普也强调说不是非常高，但算是相当可观的关税。那要问这关税拿到很多，但是美国的经济一样惨现在看到30年首见，各国央行黄金持有量已经超车美债，金价冲$4000，恐怕就指日可待了。所以黄金正在取代美国的国债吗？那我们也在看到美国内部有个状况是，这个领失业金的人数已经增到了23.7万人，是2个月以来的最高所以经济很惨。那企
企业抢在关税上路之前赶快进货。美国7月的贸易逆差扩大至4个月以来的最高哦。好，所以现在整个川普的美国，好，到底是不是川普想要的样子哦？好，我们先问亮哥。其实美国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认为川普这个关税明年就不一定撑得下去了啦。因为像这个美国那个3大卖场，他已经在讲说它的价格第3季就会反映出来了，那第4季还会再加，还有明年第3季、第1季了啊。就是说你去想象嘛，物价慢慢往上啊，那老百姓的所得并没有增加啊，有增加的是那个大而美那些有钱人啊。是啊，那美国的一般的民众怎么办？明年他要选举明年国会议员要选举啊，所以我认为给予，而且你看那个贝森特，他每次在讲，他为什么都不讲经济指标，都在讲关税达标。关税达标是没有用的啦，关税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1600多亿啊，就算你年底收到4000亿，好不好？你的国债增加多少？远远超过你的关税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是基本上是搞不下去的啦，它根本就违反所有的经济原理了，不然你为什么不谈国债呢？现在国债也推不动啊，要叫谁买啊？那股市已经到这么高了嘛，还能够高到哪里去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那个9月的降息，你可能会降1码啦。可是你降1码之后，可能物价就开始上涨了，你还能降第2次吗？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压力啦。所以有人在讲说，川普不是上诉法院说他违宪，那他要交给最高法院嘛，对不对？搞不好作为那个下台阶都可以啊。我跟你讲，你不要高估他的意志力了，这个不是他能够坚持的啦。就到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困难可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啦，如果他的关税到时候突然之间做了修正那日本答应的5500亿要不要继续投资？也再看看啊。我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嘛，因为这个是包裹的嘛。那当你对我的对等关税你自己撑不住，开始降了那你的筹码变少了，我投资也可以减少所以我跟你讲，到最后真正获得最大好处的是大而美被减税的人，你知道吧？那关税战大家那边胡打一阵那大家的经济都被搞乱了，全球经济也是在往下走。真的得到好处就川普的好朋友嘛，对，就大而美得到减税的人那其他人我认为很多国家到时候一定又会开始觉得说，那我已经答应你的条件，我要再修正。比如说，有的国家开放市场比如说越南全部降到0那到时候还要降到0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后来看，川普在4月2号到明年4月2号这1年所搞的关税战，可能会变成一场闹剧了。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如他所预期这样在往上走，并没有。好，我个人也认为关税蛮像是违反人性的一种政策啦。不过真的是川友友们真的是越来越有钱，蛮多人是这样感觉的。好，崇涵教授，印度跟川普的关系这么糟，展现在这次莫迪去了上合会，可是他没有去阅兵，非常有趣因为一直到8月18，王毅到了印度，在谈边界问题的时候，都还没确定莫迪要不要去阅兵。那上回我们知道是因为川普说你买俄国石油，又这个你们东西都骂印度骂了一顿，然后莫迪说我去上合会谈经济多一点。但是我觉得阅兵莫迪不去是有他的一些考量，当然包含说你在那边看中国的武器，中印边界问题还没解决，而且还有很多方方面面。这一点坎贝尔在9月4号，美东9月4号，台湾今天的时间在 Foreign Affairs 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川普你不要笨到把印度跟中国压在一起，不要把印度从我们身边拉走。因为其实拜登的时候，他们抓印度抓得很紧，
坎贝尔一开始就讲了，他说其实过去美印其实没有那么糟哦，特别像现在小布希跟那时候的前总理辛格签了民用核子协议的这个合作，哦，你更不用讲拜登跟莫迪签了一堆有关 AI 跟新能源的合作，哦，所以这个坎贝尔就开始，因为坎贝尔他已经退休了下来了嘛，他自己现在弄智库，所以他特别讲说，川普你不要再步上之前的后尘哦。当然他讲后尘是说拜登把这个中俄拉在一起，他当然这样反过来同样逻辑，你川普你不要笨到把中印拉在一起。川普会说你代表民主党，其实他就是民主党，因为他是印太沙皇，他是拜登下面的印太沙皇。他说美印有几个，他有5个合作的指标啦，5个合作的我们讲 pillar 角度。第一个说，他每个你可以做一个10年度的这个所谓的合作计划，从什么 AI 啊、清洁能源啊、半导体啊、生化啊，甚至原子啊、电脑这个超级电脑都可以合作。第二个 Apple 也在经济合作。哦，你看经济合作是我们美印可以合作的第2个支柱，那第3个支柱是我们刚才这里面有谈的嘛，发动机嘛，奇异公司跟这个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个做的这个 J414发动机，我们赶快把它弄好，然后大量量产这个光辉，对，你还欠人家嘛，光辉战机嘛，对不对？啊，第4个支柱是什么？4方会谈，当然这个印太沙皇最喜欢的就是 Quad， 他说美印的4方会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呢，他说。美印最好加强在所谓的解决全球包括什么暖化啊各种议题的再合作。他说你从这5个把美印的关系拉拢，不要让印度跑去跟中国合作在一起。我想坎贝尔他这个是当然是苦口婆心啦，但我觉得他知道川普不会听他的哦，川普是最讨厌你们这些民主派的人讲的任何东西，而且是跟苏利文一起写。哎，对，所以这个东西川普呢，我觉得他不会理他。川普反而会更加不想跟印度合作，他会反着做。是，他4方会谈就不去了。对，蔡将军，这个 Kirk Campbell 我认识他科长时候我就认识他，哇，他对亚洲是很了解，是，所以美国经营了几十年，搞个 Quad 出来，就是要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印度洋的这个优势嘛。现在你这个 Quad 做到现在为止也没增加几艘船在，所以印太司令部手上是空的嘛。结果你这样一搞，印度当然他立场会变的啦，但是至少目前这段时间，莫迪跟中国的这个合作是一定有的嘛，因为做生意的都要取代我从哪里进口，我从哪里出口，所以这个问题大态势是没有错的了。现在问题是真的，我是感觉到美国现在已经感觉了，军武科技已经落后中国大陆。当军武科技落后的时候，你的外交跟经济作战就后面没有依靠。当年打开日本市场叫做黑船事件，一条炮舰就把日本人打开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中国大陆利用上合跟这个93呢，2个是互相呼应的。这边做生意、开放市场啦，这个投资啦、基础建设啦，什么都可以谈。这边的军武科技，你们也不必怕美国了，你要靠它保护的，你也可以自己改变你的立场，是不是要跟中国不能脱钩，跟美国是有点摇摆？这个效应已经出来了，很明显。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台湾装的没看见，这个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美国对台湾现在态度是有什么钱能抓就抓。第一个，关税不会少，对不对？我们的出口受到打击。第二个，它晶片的关税一出，除了我们台积电投资到美国的6个厂还要投资钱以外，台湾还有很多晶片厂在台湾呢，是不是要通通搬回美国？对不对？汽车零件、精密加工业在台湾活不下去，要不要搬美国？这叫挖空你的产业。第二个，增加你的国防预算。你要增加国防预算，你要买得到好东西，我也可以拼命一战呢。钱花这么多，买的都是些垃圾品，根本就没有用。美国的尖端武器都打不过中共的尖端武器，中共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去买美国的库存品，你说这仗怎么打？你不如说这么多的国防预算里面给军人加点薪嘛，因为你职业军人薪水加的够，人家愿意来，自愿役就可以严格训练嘛。现在为什么训练不敢加强呢？怕你跑了嘛，怕你不干了嘛，因为。当现在的志愿役有点是沾酱油了，我混4年拿了钱就走了。如果说一个军人愿意把这个当成终身职业，像我们当初选军人一样，你会全心全意，
不管忍受再艰难困苦的训练，我们就甘之如饴。这就是职业军人的精神。你如果说每个人跑来沾酱油了，搞个4年就走了，好的人才进不来，好的人才进不来就不要打仗了嘛。因为武器虽然差一点，但是你的战术战略灵活一点，也可以弥补战场上的损失嘛。所以你现在素质也不好，数量又不够，你这个国防是怎么建立的？根本没办法建立。第二个，现在已经看出中国大陆在拼命搞什么非对称作战了，它的武器。带您追查事件的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关注说莱尔校长的2创影片哦，这莱尔校长真的是年轻人哦，营造一个旋风。好，那最新莱尔校长哦，他有另外一个这个2创影片是最新的哦，这个说我们只是还没有赢，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校长之前726823，你想把不是我们的人赶走，但是失败了，我们以后要怎么办？什么叫失败了？我们只是还没有赢而已。校长，你说对吧？对，虽然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赢，但是我们不是马上要开始新的一轮了吗？这一次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大成功的。这次还需要我的商标吗？这次可以叫大选举、大成功。老柯我们晚上吃饭聊。校长，可是现在学生们都在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一定是因为我们花在宣传上的钱太少。好，那我们就花很多的钱宣传，这次我们一定要赢。好，真的是很多的2创影片，而且人物都惟妙惟肖，而且还用了很多他们现在所说的话，马上就知道是谁了。好，当然 AI 哦，现在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生活的所在，所以我们也知道赖总统知道有 AI 哦，他最新就讲说 AI 是新时代的倚天剑屠龙刀哦，说也是台湾持续引领未来科技走向的重要关键哦。不过有网友是不买单认为只是会选举而已。那也有网友说，你不帮医护加薪，推动这些有什么用呢？因为这是在讲这个医疗照护。那也有网友说 AI 加生医，各单位注意了，看来又有钱可以捞了，可怕啊。好，那当然我们要从莱尔校长有人是评论说，来看看赖清德的施政困境是什么呢？政治人物开始变成网友笑柄，这形象就非常难反转。所以有评论是认为，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已经陷入了困境。美国也克制保持了距离，那抗中保台也不再管用，年轻世代也不愿意相挺，难怪赖清德自己都坦言，现在的民进党处于相当的低潮。好，那到底呢，这个赖总统该怎么样来进行反转呢？我们看到他之前讲到93的部分他没有讲到抗战，讲中战。现在有人出来帮他讲话就是苦苓作家。好，他还原历史直言说，台湾从头到尾都没有抗日，中国的8年抗战从头到尾就不关台湾人的事，不叫抗战而叫中战，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什么好鬼吼鬼叫的？好，我觉得很多这个历史学家或是比较懂史实人可能会觉得这话讲的有点不太这个合乎史观好，当然网友就直接讲说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那确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双十国庆嘛，所以黄伟汉他现在就喊话赖总统说错过了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错过了93，双十还有机会他说，如果是总统就应该说总统该说的话，做总统该做的事情。那错过93还有双十还有机会的。好，我们就关注赖总统双十国庆的谈话会不会讲到抗战。好，那管中闵则是也蛮不平的，他认为不敢提抗战胜利的不配领导国军他说他不愿意提中华民国的，不敢提抗战胜利的，不纪念抗战牺牲国军的，都不配领导国军。
那现在赖清德到底要怎么改变呢？谢龙介蛮不看好哦，他说这个体认到基本盘已经守不住了。他说赖清德想要改变才会发文哦，解释说，直接这个自己爬就真的自己爬了。八卦不再讲台独，但是嘴巴不再讲，这是赖清德的个性。他说从2战纪念文稿就可以看得出来绿营已经体认到基本盘守不住了。所以现在这个赖总统能变成赖清德2.0吗？我们看到陆委会最近的一些举动也让很多人3条线。之前不是因为这个93央视有一个贴文嘛，就1人转发那这个有些人转发，有一些人上次有转贴。那梁文杰就是陆委会这边他是说有人也没有转贴，有人是看风向。他们就发现说现在这个反应都显示我们政府采取的作为有发挥作用所以这贴文是比过去还要更少的。好，他说这些模板看起来就有经过特意的设计说大家都打个擦边球，并没有贬低中华民国的主权地位，也没有宣扬以武力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合作，但是陆委会还会进行研议。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可疑的讯息查证平台说有一些文章在2021年的7月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是说陆委会有222位大员说检任官每个月的薪水是10万起跳，说这些人只剩下骂大陆以及辛苦挣来缴税人的血汗钱。那当然我们看到梁文杰也驳斥嘛，他说陆委会以政府2级单位中相对低的预算对抗中共数倍资源的统战渗透作为希望国人能够了解并支持。但是网友还是不买单，说酬庸都塞好塞满，还有说这陆委会的工作应该是要促进和平交流才对吧。好，当然我们看到现在的2创影片很多莱尔校长最新的这个不认输的部分确实又再度引发大家的讨论。首先我们就来问亮哥，其实赖清德成立那个选对小组，就是要转移焦点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谈大罢免了，那跟柯建铭的斗争也到此为止啊，就是这个意思啦。可是坦白讲，那个地方选举，中央的人使得上力不多啦。这个我觉得赖清德会不会站台有效，也令人质疑啦。通常都是站立委的台啦，站县市长其实真的不多啦。如果县市长自己没有人气，怎么选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地方选举，选对会能帮上的忙其实不多，所以那个选对会只是为了转移焦点而已啦。那这个赖清德连续2次表态，8月15跟9月3号，只提中战不提抗战嘛，也不提中华民国。他如果是老百姓，或者他纯粹在搞台独运动，这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你叫中华民国总统啊，这跟那个陈怡生一样嘛。陈怡生要去帮他辩护，平常也没有问题啊。问题是陈怡生是中华民国的国史馆馆长啊。赖清德有没有去注意看 AIT 的脸书贴文啊 ？AIT 怎么说的？中华民国跟美国黑虎队在抗战的时候合作，对不对？你认为美国是闲着没事干，故意来贴这个吗？美国人就是在暗示你做事情不要过头啦，不要忘了你自己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你如果这么讨厌中华民国，你辞职嘛，你去搞你的台独运动嘛，你去搞你的台湾未定论嘛，去搞中战嘛，就不要中华民国啊，不要抗战啊，然后去搞台独建国啊，那你中华民国总统先卸任嘛，对不对？那苦苓的民间人士随便他讲啊，我在意的只是中华民国官员。你作为中华民国的官员，你可以讲日本立场啊，他完全是日本立场日本天皇就叫终战诏书。赖清德都忘记了，1945年的10月25号，在台北中山堂，陈仪那时候是行政长官啊，接受日本总督的受降仪式。
国民政府还派代表来监交，你连这个都可以不认吗？那你赶快辞掉中华民国总统嘛！我们不稀罕你这种人当中华民国总统嘛，赶快下台啦！那至于国庆日啊，那跟抗战没关系啦。我们只期望他双十国庆啊，能够承认中华民国是1911年开始的啦。他能够讲到这一点，就阿弥陀佛了啦啊！让黄伟汉赶快去发挥影响啊！看可不可以叫他讲出中华民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然后不要再讲两国互不隶属了。他能讲这样就阿弥陀佛了啦。那个跟抗战没有关系啦。其实我们担心的是他10月25号啦。台湾光复节。对，我认为今年大陆会大做了，因为中国大陆在93阅兵，93阅兵就是军事崛起的意思嘛。那接下来他就要打法律战了，那法律战就是10月25号了，所以不是10月10号了，是10月25号了啊。那这个部分啊，我们也请那个念书比较多的梁文杰准备一下了啊。梁文杰，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副主委啊！好，确实哦，刚刚讲到这个中战没讲抗战哦，这个帅将军在旁边摇头。你是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吗？光中山堂收的是降书，对，南京收的是降书，对，广东收的是降书。中战，今天讲老实话，你没有资格讲抗战，为什么？你是战犯呢。当年台湾日本兵多少参加皇军去打中国的？那你今天那个身份是战犯呢，没有审判你就不错了。那时候以德报怨，把日本兵放回去，留下你们这些台湾日本兵的后代在这里搞，你还跟着那天皇在喊中战，中什么战？中战的话，你可以带着枪，带了装备，带了你的财产回去。我们看到全中国的画面跟台湾的画面。放下枪，放下武器，恭恭敬敬拿着降表向受降的代表递上降书，还不清楚啊？中战，这些我讲的认贼作父啊，对不对？第二个大罢免，我希望再大成功啊，把你自己罢掉啊。周楚除三害，最后一个害就是你啊！认贼作父，这配当我们的总统吗？这配当我们三军的统帅吗？国军死了多少人啊？才有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你不承认，你怎么好意思躲在中华民国的壳子下面，在那里搞叛变的？这种真叫很无聊，也很无耻无格。真的，你没有资格当三军统帅。死了350万军人是铁一般的事实，血一般的事实。267个将领死了，谁打的？解放军只有1个死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还有什么好存疑的？斑斑血泪可考，文字上也有，事实上记载也有，口述活的人也有，你怎么能够这么荒唐呢？你配当一个总统吗？说谎耍赖，我觉得赖清德也很痛苦啊，顶着中华民的壳子要搞台独，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搞。我赞成郭正亮讲的，你有本事你读嘛，对不对？青鸟黑熊通通去官校去啊，打。这个问题真是，连美国人护着你的人都讲了那是抗战，他还提美国人参加抗战里面的飞虎队的，对不对？那你呢？你呢？说你的美国爸爸也讲谎话吗？说得出来吗？无赖。好，真的是大家看到，因为可能蛮多人，尤其是军方的人士，尤其军人，他们对于这段历史，我认为说有一点片面的曲解，我当然会心里很不舒服。好，我们接着要问的是崇安教授。我真的觉得赖清德讲成中战，把自己往这个日军那边靠拢，真的是很糟糕啦。日本那个是军国主义，你在 worship 军国主义，那是你们最讨厌的。怎么现在开始在 worship 军国主义，在 worship 天皇的历史呢？你说完全颠倒历史哈，你也让我们这些读过历史的人真的觉得非常羞愧哈。我还跟大家复习一下历史好了。
打这个二战啊，在中国战场牺牲最惨烈的，我想将军比我还清楚。淞沪会战，1937年8月20号，那个是我觉得最残忍、最血腥，我们阵亡最多的70万。我们总共打了8年抗战，才300多万，光淞沪会战70万。你想想看，那时候养大的小孩，你很辛苦养了15、16岁，你送去淞沪会战3个月全死光。好，蒋介石那时候发布命令是什么？要征兵30万支护淞沪会战。好，基本上他赌上了很多的身家，他把所有精锐的部队都送去了淞沪打，空军全部出动，74军、18军全部出动，还有那个时候呢，我们跟德国合作的叫做全德制的机械装甲师，有3个，我们派了2个过去，死了10几万人，连宋子文的私人部队、粤军、川军那些地方部队全部赶去什么淞沪去帮忙，总共3个月死了70万人，这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当然，大家会觉得那战争是很严肃、很惨烈的，没错。美军的一个交战守则有讲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大会战里面，你损失如果达到15到20%，你这时候前进的指挥跟所谓基本的作战会开始失能。如果你的战损超过30%，就会濒临整个军队的临界点所以呢，我们在淞沪会战70万人战损超过已经超过35%，这非常严重的事实。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说要把这个所有的历史全部摆到一边去完全不学习，我想知道说，如果未来台海发生战争，那我们可能会有像淞沪会战那种大型的、更惨烈的死伤。我觉得赖总统，就算你否定过去的历史，那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战争史？要不要把我们过去的战争移到现在是？假如我们未来的发生战争有这么多的战损，造成我们的指挥如果濒临这个所谓崩溃的边缘，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我们该怎么教导老百姓？我们怎么样重振我们的军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年蒋总统是用空间换取时间呐，中国那么大，可以把日军拖住啊，所以我们战损这么高，可以把它拖了8年。台湾呢？我一直要问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再来就是陆委会这个我觉得他说很多艺人不敢贴这个所谓的这个阅兵坦白讲，很多人都在看大家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嘛。大家会看说，哇，你排列很整齐，看得像亮哥讲的那个颜值的很高的，对不对？那艺人转贴，你就要开始给他贴标签，就要查他。那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寒蝉效应呢？如果大家看到这个阅兵不能说话，甚至学者你不让他分析，你甚至让一般老百姓就不敢去看这东西，你说你看了你要处罚，那我想请问，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贴图，它比较各个国家的阅兵它有川普的阅兵，有各国意大利的阅兵每个国家阅兵千奇百怪都有，可是你看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它的整齐度跟它整个训练，如果你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应该是用这个东西来教导人民说，如果未来真的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对岸的军队是这样子在阅兵，看我们的军队该怎么做，这个才是我觉得陆委会麻烦你不要做寒蝉效应，我觉得寒蝉效应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好，必须说，就是因为两岸之间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就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实在太敏感了，所以任何事情跟历史有关其实都还是要研究的考证。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